今天很开心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新闻也很夯的议题，就是鸡蛋。对，那我们的鸡蛋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然后要来结合我们一些永续的议题。那我们首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李金燕，大家可以叫我金燕姐姐哈。对，所以我是谁？金燕姐姐，好，谢谢。好，那本身呢，我是从文化这边毕业，那中间呢，从事了一些像贸易的工作，那一路走来，一直走到保健食品，最后选择了农业这一块，鸡蛋。那待会呢，后续也会有一些我们鸡蛋的一个新创的一个想法。好，那后续呢，我曾经担任就是好蛋大平台跟蛋白质联盟的执行长。那中间也帮了我们公司宝奇生技申请了 SBIR、CITD， 还有呢，我们获得那个政府的国家级的奖项，就是经济部的第21届的创新事业奖。那公司呢，现在把鸡蛋从菜市场卖到了股票市场，所以我们取得了一个股票代号。刚刚的股票代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7650。好，这是一个政府对于农业新创，它给予我们一个额外的一个路径。因为一般要上市上柜，其实它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那是做农业，政府给我们的一个路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问一下大家，一颗鸡蛋，大家可以想到什么？现在可能发想一下，可以让同学可以举手。嘿，我问我一个鸡蛋，那你可以联想到了哪一些？那我们请那个同学，美丽的、很可爱的同学，对，就是你，可以想到什么？对，就是早餐。举例，好，一颗鸡蛋可以想到早餐。那还有呢？一颗鸡蛋，对，这是哪里？料理，一个美食。好，那大家还有没有往吃的另外的方向去想呢？那我们请老师也帮我们互动一下，一颗鸡蛋可以想到什么？有加分，到时候可以加我的 LINE， 我可以送鸡蛋。那一个是生命力。生命力，对，鸡蛋也是生命力。曾经呢，有人说过，一个鸡蛋，它如果是从外面打破，它是一道美食；如果从里面往上打破，它是什么？它是一个生命，就是鸡从出来。好，那当然呢，这是一个让大家去发想一下，从一个很简单的鸡蛋，到底我们可以连接了哪一些的部分？其实呢，第一个早餐，还有你对家里的记忆。妈妈煮的菜包呢很好吃啊，她的煎蛋啊、茶碗蒸很好吃。另外呢，现在大家都就是很注重的健康、营养、健身、减肥，其实现在都是在标榜好的蛋白质。那另外呢，就是可能想象鸡蛋，我的母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成长？那它是被关在里面呢，还是会爬来爬去、爬爬照的爬爬照的鸡呢？所以这其实就是很多的想象是无限的可能。因为今天我们是要讲食农，那未来大家可能会去设计一些跟食农有关系，所以呢要去做很多的发想，很多的题材。那另外呢，鸡蛋跟永续它到底能够搭上什么边？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永续的这个议题？所以其实一个小小的东西，我们说很多东西就是在于你有没有对平常有多注意它，那个观察细微都在魔鬼里面哈。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鸡蛋跟 ESG 其实我觉得同学应该都有听过，也不陌生。E 代表环境，S 代表永续，G 代表治理。好，那这里面呢，E 我们讲的环境，事实上环境对于整个大家里面而言，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吃鸡蛋跟吃其他的蛋白质？好，我们来选择，或是我们来建议吃鸡蛋这一件事情，是因为呢，其实鸡蛋它就是所有的蛋白质它排碳最低的。好，因为它
就是鸡，其实它是体积小啦，那再者就是它吃的饲料是素食饲料，那还有呢，其实它整个的环境，像现在都在欧盟都在鼓励这个叫做平饲。就是不关在笼子里面，它其实也是一个环境议题，但这个后续也关系着叫做动物福利跟人道的这另外一个部分。所以呢，如果我们一颗鸡蛋，我们如果要做减碳、低碳这件事情，也许我们选择了鸡蛋，它这样子也是我们对环境永续的一个贡献啊。这想跟大家一个分享。那另外呢 S 层面，我们对于鸡蛋，它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什么？第一个，鸡农的生计，就农民哈。那其实在我们做农民，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行业。第一个，他看天吃饭，好，他要环境，好，所有的任何的，不管是经济因素，或者是他来了一个叫做疾病。所以这个都会影响到一些农民的生计。所以如果说我们从鸡蛋里面来探讨，是否对于这些农民是有一些公平啊，食物的公平，其实这也是一个议题。所以很多的现在的小农，小农为什么需要大家支持，或者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支持小农，就来自于是我们要看见他的一个理念，就好像那个鲜乳坊，大家喝过他的鲜奶吗？有哈，其实它就是为了支持酪农就是养牛奶的，他们用公平的这个方式，所以对于我们宝祺而言，其实我们也是跟小农来做合作，期盼他在一个公平，他好好的养，但是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收购价。这个是我们跟我们契作小农的一个我们彼此的一个理念。因为现在的鸡农他也有一个比较辛苦的地方是什么？一个是说现在的蛋鸡，其实在还没有疫情之前，它一个跟大厂合作集团，它是成为他的打工，他自己没有办法出头，就是你养我收购。那第二个呢，它是给蛋商工会，那蛋商工会就是运输的，主要控制运输的业者，但是呢，它会用像大家报纸也有一些牌价，它是用那样子的价格，无论你再用心养，你给它吃多少，它就还是会压你的价格。所以这个农民的针对社会公平这件事情，它还是会得要被看见。所以我们想说，那你好好养，你帮我认真养，也不要偷饲料，也不要怎么样，那我给你更好的收购价。所以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我们从鸡蛋，事实上是看到一些农村跟食物的这些公平。所以如果我们很认真，很想要去了解一个鸡蛋，说它是一个透过很好的饲养环境，给予很好吃的、很营养的饲料，那大家愿意再多付一点点的成本，其实会有帮助于一个良善的循环，所以我们都是在支持一个诚实的一个供应链。那另外一个叫做G， 为什么鸡蛋跟环境就是跟治理面有什么关系？因为第一，我们对我们的产销溯源有保障，也负责任，所以第一个它就是透明的生产资讯，我们的包装里面就知道这是哪一个的畜牧场。第二，它一定要有合格的检验，那它这边都会有第三方的检验系统，我们都有检验报告。再来就是我们对永续的承诺，取之社会，反馈社会。那我们对永续是什么？我们赚了钱之后，我们去做相关的一些永续的，像说我们是有净海。我们净海不是净滩也是净滩去捡垃圾，我们是潜到海底里面清废弃物。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植树，我们每年都会拨经费去种树。第二个叫还土，还土就是把土壤活化。那其实它也是一个我们碳盘的一个零上经济、零中经济跟零下经济。我们就是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我们做了这一些的公益活动。好，
那再来哦，如果你每天吃鸡蛋，你就可以支持 SDGs， 叫联合国永续发展的17个指标。那你可以的吃，那你这样子的话是可以支持哪些？就是2、3、4、8、12、13、17，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去好好想过。那希望透过今天的一个机会，跟我们鸡蛋的连结啊，后续很多就会说，我们跟永续发展有什么关系？然后说啊，我吃鸡蛋，其实我可以符合联合国 SDG 的2、3、4、8、12、13、17。好，这个就是大家是给一个大家简简单单的一个说启发这样子。好，那么接下来就是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宝奇生技，我们是专门做机能性的鸡蛋。那同时我们在2年前取得个股票代号。好，那同时呢，我们为什么称作 ESG 的鸡蛋？因为我们是社创平台的成员，企业跟我们合作购买的发票，它是可以写进永续报告书的。好，那当然呢，出发都会有一些理念哦。我们当时是讲是说，我们对这个鸡蛋的这一个未来食农的愿景，就是我们是有微生物生态养殖系统，本身呢，它第一个是无抗养殖，在饲养绝对不使用抗生素，还有鸡只，我们给它我们的专利益生菌。再者，它一定是我们要给它机能性，然后再来，它是对动物福利友善饲养。我们养鸡蛋也做了很多的，你看我们还去申请专利，好，所以其实我们对我们的产业的一连贯，我们都有我们自己为社会负责任的一个部分。然后这简单我们的里程碑，大家快速看过哈，就是从建立开始，我们到2018年，我们开始就是做了这个机能性，同时呢，也进入了超市，这些安永啦、City Super 这一些的连锁超市合作。那之后呢，2019年我们就正式进入了药局，我们是一个用微生物技术跟小农合作生产机能蛋，在药局销售的公司。大家在药局有买过鸡蛋吗？有买过的请举手。应该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们可能不是你们家里买鸡蛋的那一个人啊。但是呢，会让大家知道，买鸡蛋其实在药局也可以去买得到，这也是我们比较创新的一个通路。那后续呢，我们也连续的获得了一些奖项，那同时呢，也进入了那个安西摩斯汉堡的供应商之一。好，那这里面呢，就是大家看过了，就当然要一直永续，要让大家看见，要做什么？要不断的出现。那这个在以公司而言出现，就是要一直对外比赛，然后对外比赛就要参加很多的任何的补助案啊，或者是任何的奖项的比赛。好，所以这一些是我们一连串的宝奇的生计。好，那这边就是我们合作的客人，好，客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药局您看到的大间的、中间的、小型的连锁药局都是我们的客人。好，那这里面可以去，大家如果说之后可以去药局看看，然后95%以上的鸡蛋都是我们家的鸡蛋。然后第二个超市的部分就是我们以贵妇超市这边为主。然后像什么微风啊、City Super 啊、Mia Sabon 这些等等。那同时呢，有机店，像棉花田跟圣德克斯，好，这也是我们的客人啊。那其他呢，像5星级饭店，我们做的第一，我们是最多药师推荐的鸡蛋。第二，我们是最多米其林厨师指定用的蛋，这是我们对于我们公司自己的定位。好，那后续如果说大家未来不管是有自己想要做创业，这一块都可以值得让大家说，自己想要在自己的产业里面定位什么。好，那这些电商，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好，那这边来讲，我们说永续这个产品，一定是我们也不会只做生鲜的鸡蛋，一定是它有一个叫做延伸的延展性。不管那像我们以机能蛋，就是鸡蛋为主，一直也有不同。从金盏花就是叶黄素，我们是有6倍的硒，10倍的叶黄素。好，那同时呢，也因应不同的客群，有像 DHA 啦，然后给妈妈吃的叶酸呐，我们叫宝贝蛋。然后另外呢，想要美
好漂亮的，我们叫做虾红素的鸡蛋，然后在后面就是有一些加工品，一直把机能蛋再做到了加工品之后，我们又做到机能性的蔬菜，所以这是整个这样一连串，然后后续我们想要做我们的永续的示范场。好，这是我们市售包装，给大家稍微看一下，然后这我们月亮司机，我们获得了ESG 社创的供应商，还有连续到今年的2025的班英 Power 有责商行的资格。好，那同步呢获取了第21届，还有我们是取得股票代号。好，这是各大媒体的报道，好，就是大家打宝奇生技，好，其实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些资讯。好，那再来说咯。为什么要买我们的鸡蛋？我们鸡蛋哪里不一样？那为什么这张图片会把哈根达斯跟这旁边的叫燕窝有什么不同？有人说啊，你们鸡蛋吃起来怎么样？不太好形容。好，但我们讲我们的鸡蛋就好像吃冰淇淋界的哈根达斯。为什么？因为它很新鲜、很营养，所以它蛋黄很绵密。就好像吃哈根达斯跟一般的 maybe 是像小美冰淇淋那样，你们是不是大家会觉得说这吃的口感是不是会不同？好，所以有人我们一颗鸡蛋可以做到让大家会觉得从口感里面不一样。好，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鸡蛋我们是真的也蛮用心的在就是在饲养。好，那再来就是为什么它跟燕窝有关系？大家吃过鸡蛋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蛋黄跟蛋白中间有一个白白的东西？有看过，对不对？那大家知道，通常有人不知道，以为那是叫做是一个残留物，就会把它剔掉。好，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拿掉哦，因为里面有唾液酸。好，唾液酸就是燕窝的成分。所以呢，我们说，其实之前也有说，在大陆的那个燕窝，它其实只是加糖水，它不是燕窝啊。所以其实如果吃我们的鸡蛋，它有新鲜的，它是完胜燕窝的一个很高的营养价值。然后再来，我们的鸡蛋会第一，它是可以这样很浓稠的蛋白，然后呢，它的蛋黄是高高的，甚至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捏起来，好，就是代表它是一个很新鲜的，也很营养的。然后有讲那我们宝奇机能蛋到底有什么特别？第一，我们是机能蛋的领导者。第二，我们刚刚说的，我们鸡蛋的营养是比一般鸡蛋就是有6倍的硒跟10倍的叶黄素，然后再者我们是 ESG 的鸡蛋，所以我们把鸡蛋做到差异化。然后呢，这刚刚也稍微科普一下，刚刚一直讲说我们 ESG 的鸡蛋，就是我们是社会创新，社会创新它就是经济部它要鼓励就是一般的企业或是单位或机构，就是他们去购买一些像我们是社创平台的成员，在购买的当中用采购力产生影响力，所以他们叫 Buying Power。那 Buying Power 里面呢，就是它可以写进，它登录经济部的平台，它之后这个行为可以写进永续报告书。好，所以这是一个新应该是这几年一直在推广的。那这边就有奖项啊，不管是你从50万开始，100万到1000万，其实像很多现在通路圣德克斯棉花田他们都知道了，所以他会尽量都选择像跟社创平台成员的这个合作，那自己也获得好处啊，因为本来都要采购嘛。所以他也采购了这一些有特色的产品，然后呢，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最多药师推荐的鸡蛋。好，那这是我们的奖项，就从 Buying Power 有着商行啊，还有好，所以一个鸡蛋要做的事情真的蛮多的，所以呢，大家可能呢未来回去再好好的吃鸡蛋的时候，要好好的检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讲的是一个食农的一个课程，就是说，其实这个食物它的从前面生产到后面，它中间到底经历了多少？
好，那这个是一个叫做 ESG 的循环图。我们以宝奇自己为一个例子，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的技术核心技术就是这个 PB Plus 微生物生态养殖系统。那我们一开始呢就做的说，我们直接的就是创造青农返乡，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是用微生物技术跟小农合作。所以我们已经也帮了小农创造他回乡就业的机会，然后呢，间接的后续我们是帮助企业来影响刚刚讲的 ESG 的这个议题。那我们呢跟小农合作，就会给他们一些辅导。我们是支持小农，然后透过一些 AI 的一些不管或是行销任何的方式，好，我们来跟他做用动物本来是传统，我们改成动物福利友善。那这个里面我们有算过，我们是帮他增加了10到20%的就是生产率。那因为我们用更高的价格跟他收购，所以其实他的收入是会提升的。然后再者，我们呢用一个叫 OFOB， 就是 One Farmer One Brand 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大厂跟你合作，其实你都是 under 在它的一个供应链里面，它也不会把你 open 出来。可是我们的包装里面会把小农的就是畜牧场主人他的经营理念，他的就是如果他愿意曝光，他是可以把它呈现在包装上，让大家看到农民养殖的用心。所以那个叫做一牧场 One Farmer One Brand 一牧场一品牌的计划，这一些呢也创造了一些资源共享。我们期盼我们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小农，我们如果有外走出国际，这是我们一直携手的。然后再来呢，这边就是跟永续这边沿用，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这是畜牧场的里面的延伸的鸡粪，再透过我们微生物它去发酵，它其实是可以再制作成肥料。那这些肥料我可以再回到一些永续的经济去做 recycle 循环经济的用途。好，所以第一，它是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饲料的再应用。那再来刚刚是提到就是说，我们也会回馈社会，所以我们会提1%来做近邻的活动。这里面我们就是刚刚讲的，我们做森林碳汇、海洋碳汇跟土壤碳汇来去做 ESG 的这个议题。好，那从中间呢，以前大家在做一些公益的时候，都会因为必须要先付出。我觉得我做公益，我就是不赚钱。可是呢，现在我们在公益跟公司的私利一个里面，我们取得的一个平衡。刚刚看到的所有红色的地方，都是可以有收入的，所以并不是说是单方面的一个付出哈。所以其实在整个这个循环图里面，是大家是需要设计的。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我们 SDGs， 我们公司17项，我们有符合12项以上。好，那再来就是我们针对我们的刚刚鸡蛋嘛，那我鸡蛋到底跟社会有什么关系？除了给消费者销售之外，我们呢自己也设计了一个那个商业模式，我们找企业一起来。好，所以那个叫做企业鸡蛋管家。那怎么做？这个也是说未来大家会思考，你任何的不管任何的行为，那如果说你想要跟永续有点关系，或者是说你想要未来的设计，事实上商业模式是也蛮重要的，大家可以发想一下。那我们提案背景就是企业需要什么？企业它需要就是有亮点嘛，它可以像讲的写进永续报告书。所以在这个 ESG 议题一直在被倡导的时候，我们提出来是说，如果在你可以照顾你的员工，这叫做社会责任 CSR 之下，你又可以做到ESG， 是不是很棒呢？如果各位是企业主，是不是觉得这是一干里狗这个的部分？那我们呢是设计的一个是企业来认领我们的小农500只的鸡蛋
500只鸡它所产生的蛋，哈，我们可以来做一点什么呢？好，这里面呢，第一个我们是强调的是说，企业它可以 ESG 的实践，再来提升员工福利。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什么？透过小农的部分，我们长期去照顾小农，所以是在地的一个企业的企业采购力，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小农啊。然后它支持青农返乡。再者，为什么可以促进就业机会？因为我们的鸡蛋不是大量的机器洗选，我们是用人工擦拭，我们是有去聘雇2度就业的妇女，所以呢，一个小农任你养一个小农，它可以造就2个都市就业人力。好，那再来就是为什么讲 ESG？ 大家有听过 ESG 对不对？这个议题其实，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不太理解，就是环境永续嘛，大家是环境什么气候变迁，这大家都听过。可是啊，如果说今天政府已经讲了，已经资本额在20亿以上的部分，你们就要开始写永续报告书，这是政府就是要求企业的，所以大家开始紧张了，就说那我要怎么做永续报告书？这里面要写些什么？所以很多的跟食农的部分或任何节能、绿能这些议题都出来了。那这样子到底可以透过企业也会开始发想，那这些我真的可以写进永续报告书吗？所以这是一个ESG 的议题是策略政策的关系，所以大家想，那我们也跟企业说服企业也不能是说你买我们的鸡蛋就可以，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是说，如果你透过你的员工福利你本来就要花给福利，今天要办一个活动，那你今天是不是把这一笔钱可以拿来去照顾你的员工健康那这样子你同时公司也做了一个永续 ESG 的这个议题，是不是就是都是有双向的好处？所以那透过员工的团购力量，这其实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最后刚刚说的，我们会去做一些近邻的ESG。好，那这个就是企业。刚刚讲的社会组织采购，然后登录发票，然后就是会购买力就是产生影响力。那有讲咯，那为什么要选择宝祺？可以选择别家的蛋商我们宝祺做了什么才会让企业选中我们？第一，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是用微生物生态养殖系统，对于我们的环境面是有帮助的。第二个，对于友善饲养，因为我们合作的畜牧场大部分都不要是笼饲，不要被关进来，有永续议题的。然后我们参加的植树近海环土，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社会面，我们也会做了对学校的物资捐赠、捐血活动这些公益的 S 的面。然后呢，公司治理的部分，我们是有刚刚讲的是 OFOB， 我们对畜牧场有做一品牌的管理，还有增加妇女2度就业的机会，还有我们是辅导青农返乡，我们有一个叫做100位青农返乡的计划那这些都是我们永续活动的部分。像那个的环境，就是我们去做那个潜水战将，他们潜到海底面把废弃物捞起来。上次他们那个潜水战将拿了什么？扛了一个冰箱上来。就想说为什么海底也是有一个冰箱？也有人扛了一个很大的轮胎上来。其实说海底的宝物也蛮多的。那社会里面我们也会就是带小朋友，就是会参访我们的畜牧场，做一点点食农教育。然后公司治理的部分，你看到的大部分的是婆婆妈妈，他们是很需要被照顾的。那我们自己5年的近邻计划，就是第一，我们要种3000棵树。第二，我们要把2000公斤的海废清除，还有我们要还土，就是1000公顷的土壤改善。好这些都是我们的证明。要种树也不是讲我们真的就是有去种树。然后呢，他会发一个证明书说这是我们在撒哈拉漠南非以南这些等等。好这些就是我们是 ESG潜在海底里面他拍的一个照片。好。
那这是为什么的还土行为？就是一般之前呢、像我们土壤现在开始，因为我们用很多的农药，好，那它开始会酸化、碱化跟板结化。那透过我们的那个益生菌，那个蚯蚓会开始出来。好，那蚯蚓出来表示这个土壤已经开始活化了，好，所以呢，我们开始有氮肥、微生物、有机质，哈，所以这个整个部分，我们的透过我们的微生物是可以做到这样子还土的一个行为。好，那刚刚说的我们鸡蛋管家的合作方案分成2个，好，一个是叫做单次认养啊，一个是长期1只鸡的包养1只鸡的一生哈。好，来，那我们先看看说，我做企业鸡蛋管家，它这一个青农，哈，它可以造福300个员工，每次拿到40颗蛋。然后再者，它可以增加2个都市就业的人力。好啊，这个也就是我们针对我们在就是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跟他们 CSR 的部分，好，那这个的企划案就是我们希望呢，企业可以跟我们的小农合作，然后不管它是用赠送的，还是用优惠的价格给员工，这一些都是尽社会责任，好，也可以达到永续。好，那这边呢，就是为员工加分这些等等。好，那我们这个方案其实就有2个，一个是企业付了一笔钱，那他获得了300只嘛。那300只，它大概就是12000颗，好，这平均1颗10块钱。那如果批次包养它的一生，它就是大概在8块多，好，所以这也比市面上价格也是蛮优惠的，好，所以这是我们对于企业的重点。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未来的商业模式，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未来大家可能在食农方面设计的部分，好，那 ESG。大家就是我们说，那要邀请我们企业一起来。那接下来是一个大家比较生活化的，因为前面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成为 ESG 的公司鸡蛋哈。那后面的蛋蛋小常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知道，如果说1颗鸡蛋，大概平均现在市场上10到25块。那一个苹果，大家买过苹果吗？苹果应该也买过，可能呢有3颗100嘛，菜市场3颗100，所以它平均大概就30到80。但是它们里面的营养成分差了多少？其实大家看一看，其实鸡蛋它就是一个全营养的产品。如果呢要你选择，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更便宜的费用，然后去取得更完整的营养价值的产品？那再者有说，那鸡蛋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讲的，因为鸡蛋它是动物性的嘛。好，那我说，我们吃我们的鸡蛋里面的卵磷脂啊、叶黄素，其实在很多的地方也是吃得到，但是要记得它的生物利用率是蔬菜的3到4倍。好，所以这个是吃鸡蛋是对我们比较好的，就是生物利用率是蔬菜的4倍。那再者，什么叫做机能蛋啊？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们鸡蛋是什么？把叶黄素打进去，还是把 DHA 打进去？没有啊，我们是在我们的饲料里面添加了特别的营养素，透过鸡的一个转换，让它有产生了更比较好吸收的营养，让大家不会觉得，我要吞药丸，所以这部分，那所以呢，我们让它有叶黄素，有 DHA， 所以母鸡呢，它就可以生下营养的好蛋。那我们怎么去选择一颗好的鸡蛋？大家有选过去挑？当然讲，刚刚说不一定都买过鸡蛋，或者是直接就买一盒一盒的鸡蛋哈。其实呢，有人讲说，到底要出壳好，还是要光滑的好？这可能对于大家会比较没有标准哈。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不能有太颗粒太粗啊，因为那个是
钙化的部分。所以第一大小适中，但也有所谓的初生蛋。初生蛋是因为它的生产的一个就是年轻妈妈生的鸡蛋，它就是初生蛋啦。但是它营养有没有比较营养？因为它比较小浓缩，所以而且它是在一开始比较不会有受到污染，所以有人说初生蛋比较好，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它也就是在那么一小段时间才有的鸡蛋。那再者就是说，大家市面上有很多是不是浮下来沉上去？但我想现在也没有真的人会用这种方法去看你只要购买有一些认证的鸡蛋，大部分都是还是就是确保它的一个健康。好，那这刚刚讲的说我们的整个鸡蛋，所以第一个鸡蛋它就是全营养的食物。那有人讲是说，那吃鸡蛋是不是就可以保护视力？我们的鸡蛋刚刚提到，我们是比一般鸡蛋高出10到12倍。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鸡蛋确实有人吃蛋不吃蛋黄。因为怕有胆固醇过高，或者是怕什么？但是这个最营养的其实是在蛋黄里面。所以大家记得吃蛋一定要吃蛋黄。还有些人说，这个斑点蛋，这个斑点蛋是不是长了霉菌？那这不是为什么？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在鸡的这个生产里面，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后面有一个这个，我先来讲。OK， 我先把鸡怎么产出来，这里面，这里 OK， 大家有去夜市买过咸水鸡？应该可能都有买过这个经验。好，那咸水鸡里面是不是有一串很像葡萄的蛋黄？好，这时候呢，就是在最前面那个蛋黄那里面，这是鸡的那个生产的过程就是，然后这个蛋黄因为它就很多颗都在里面，那它跟我们女性大概平均28天嘛，就是排一颗卵。那鸡蛋呢，大家知道它每天生几颗蛋吗？大家有觉得一天生几颗蛋？觉得是3颗的请举手，可能大家不晓得鸡蛋它大概25小时会生1颗，所以它每一天就会排1颗卵下来，就掉1颗掉1颗。那有人说，没有我吃过那个双蛋黄的对不对？是不是里面有双蛋黄？那很幸运，是为什么？因为它同时掉了2颗蛋，那个蛋黄下来。那为什么它会掉下来？通常在吃到双蛋黄是因为这个鸡妈妈是年轻的鸡妈妈，然后呢，因为她还没有学习如何控制跟生产，她很容易受到惊吓，一下可能突然的车经过，嘣，它会受惊吓，那就会掉2颗。所以我说，其实双蛋黄这个不是说人家去注射，有人说我就是去注射一次让它有2颗蛋，这不是。它是呢，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因为在新鸡，特别是新鸡妈妈，它会有双蛋黄，好，那它就因为受到惊吓。那我们蛋黄生下来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先形成蛋白，好，蛋黄、蛋白之后就会再开始有外层的蛋壳，这时候其实都还是白色的，好，都是白色的。可是为什么会说，外面有白壳蛋，也有红壳蛋，甚至还有什么颜色的蛋？大家还看过什么颜色的蛋？那帅哥，你还看过什么颜色的蛋？橘色叫红壳红壳。还有呢，老师？白色，对，白壳、红壳，还有没有？大家有看过粉红色的吗？有看过青壳色的吗？有人家说那个什么，那是乌骨鸡蛋所以呢，其实
什么颜色？为什么会有这些壳色？是基种的不同哈。所以在第4个的时候，它开始形成的蛋壳，就是第3是内外膜之后形成的蛋壳。最后呢，第5跟第6就是它开始照射。我们讲照射，它不是染上去的，它也是照射。那这个照射是鸡蛋，我们讲品种不同，红羽鸡生红壳，白羽鸡生白壳。那请问黑羽鸡生什么？黑壳，不是，黑羽鸡是生红壳。然后再来，还有一些是可能乌骨鸡，大家知道乌骨鸡的是什么羽毛的颜色吗？对，白色。对，乌骨鸡是白羽黑皮。然后骨头是黑的，然后是乌骨鸡。但是乌骨鸡这鸡种不同，大家如果再细致一点，想要怎么去分辨，大家可以看鸡的耳垂。其实大家应该是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件事，鸡的耳垂它可以去辨别它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的蛋壳。以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发掘一下。那我们刚刚讲是说，最后在做这个蛋壳的照射，就是因为不同就会在最后一道那边，就是为什么有红壳蛋也有白壳蛋这样子那这边就是刚刚讲的说，如果说在最后一道照射的时候，因为它的饲料吸收不好有可能自己年纪大了，这很惨就是说年纪大了，饲料吸收不好，天气突然忽冷忽热，这时候其实都会影响我们鸡蛋的一个最后那一道那时候呢，就好像我这样举例也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懂啦，但也许会让大家觉得，就是小朋友生下来皮肤一定也有一些比较白也有比较黑，那甚至呢也有一点斑点所以这其实都是正常的现象。所以刚刚那一道就是最前面说，如果鸡蛋它是上面有这个对，它是不是长霉菌？因为那时候都很多人来退货，那我们就要给他正确的一个小常识、小知识，所以这其实并不是因为它不是有问题，所以它只是长了雀斑的鸡蛋而已，对那这里面呢常常是也不是以沙门氏杆菌而引起的那还有刚刚不是讲是说，有人鸡蛋怕拿回去。到底要不要洗？有人会害怕，是不是拿回去洗？一般是因为什么要洗？是怕它上面有沙门氏杆菌，因为它是从鸡的屁股上来嘛。那台湾的为什么政府要推行洗选蛋？其实它就是怕沙门氏杆菌嘛。可是这件事情是这样子，日本为什么它鸡蛋就可以生吃？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不知道对不对？比较健康，日本的鸡比较健康。好，那还有什么？大家会觉得是什么原因？其实是鸡种不同因为基因不同。日本的鸡，它母体鸡妈妈本身里面它就没有沙门氏这一个的基因，所以它生下来其实它就是没有沙门氏杆菌这件事情，但台湾本身的鸡种里面，它还带有这样子的沙门氏的一个基因存在，所以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洗选，大家比较安心。可是因为目前是因为机器洗过之后，它就会把外面的保护膜洗掉。那洗掉，如果我们并没有一个冷链的一个技术来支持，其实鸡蛋在忽冷忽热的状况之下，它才是更容易会产生病变所以这个一直在想推行，可是一直推行不出来，这就是因为我们一些冷链的后端。但是有些人洗一洗，它蛋掉了。就觉得说，你们鸡蛋是不是蛋壳原本是白壳蛋去把它染色其实它不是，它只是说它的那个我们刚讲最后那一道的照射
它没有那么完全，它不是染色哈，所以这是我们有人讲说，哎，红壳的鸡蛋是去染的，好，那我们会讲的部分。那曾经呢，有一个很可爱的消费者，他说，我说鸡蛋拿回去，他要问我要不要洗，或者是问他有没有洗。他说，有，我洗过之后啊，我把它擦干净。然后呢，我会把它放在阳台里面晾干之后，再放到冰箱里。那大家知道，他这件事情做了很多的动作，都会产生鸡蛋的变质。好，第一个他洗干净，可是他又拿去阳台晒，温差冷热又太大。其实这件事情是完全不 OK 的。所以大家买鸡蛋，就算你觉得它上面不干净，在你食用之前再去清洗就好了，回来不要先洗。这件事情请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还有蛋壳，大家有看过这个蛋壳是这样的吗？就是粗糙那个叫沙壳蛋。对，那沙壳蛋它产生的原因，刚刚讲的也不见得是它一定是不好，它有可能就是这个鸡妈妈在最后，刚刚不是讲说它最后一道这个产蛋的时候，会因为饲料的关系啊，身体的关系，好，在那一个里面天气的关系，就会产生了一些比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鸡蛋。那当然有一个比较讲的是它钙质不足啦。好，这有时候我们看了鸡蛋，然后那一些畜牧场的主人，他就会很会去知道怎么样去调配。好，那再来就是说当然就是免疫啊，这是比较学术性的。好，那再来就是大家一定会碰过的煮水煮蛋。然后呢，这也是一直曾经被讨论过的议题，就是说，这个水煮蛋为什么旁边就是会黑黑的？它是有重金属残留。其实它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鸡蛋刚刚讲的，我们蛋黄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它是一个硫化铁的一个反应，它只是你的温度过高。对，温度太高了，所以它不是会有重金属残留。好，所以呢，我们自己在加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可以控制一下，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然后大家有看过这种鸡蛋吗？就是看起来好像发霉了，对不对？它看起来很像发霉哈，其实它不是它也是刚刚一样，因为我们刚刚不讲鸡的那个营养素里面它有铁。好，那铁可能有些人说，鸡蛋要怎么煮比较好煮啊？加醋。有一次啊，就真的我们那个客人他吓死了，他以为我们家的鸡蛋怎么了？结果我说，那你们怎么煮？因为他听了那些不是听到那个影片啊，就是说，你加一点点醋会比较好煮，比较好剥啊。结果煮完变这样啊。吓死了，所以后来确实它就是产生了一些化学的一个反应，就是铁跟酸煮太久。所以如果未来大家在烹煮的时候，也不要太紧张，产生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到底一天要吃几颗蛋？这些大家一天有吃超过2颗蛋的部分，同学有吗？有2颗。那有人健身是不是也有人吃更多？可能一天要吃5颗蛋。对，其实现在已经说胆固醇这件事情，不是会吃鸡蛋不会引起胆固醇过高。这个迷思，我想可能大家在现在手机资讯这么发达，但是呢，这个是为什么？因为胆固醇这件事情由食物引起的，它这个是没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这个要跟家里的长辈，他们要劝他们多吃一些营养的鸡蛋，但不要担心怕胆固醇过高这件事情。反而有人会因为吃了鸡蛋，然后呢，它的就是一些好的胆固醇比例会拉高，这是对身体跟心血管疾病是有相同关系的。然后这边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蛋？打开之后
有，这太可怕了，里面有血丝。对，然后大家想说啊，这是不是受精卵？对不对？就是鸡蛋的受精卵，不是哦。这个呢，是因为刚刚讲的是不是说鸡很怕惊吓？当它在一个之前刚好的那一段时间，我们有出现很多这种蛋。后来我们就问畜牧场说，为什么最近的蛋都是这样？我们都被客诉。结果后来发现是为什么？因为那一段时间在候选人在竞争选举，那选举就会干嘛？有时候会大声吼叫嘛，然后掐机旗什么什么支持什么，那有时候那一大声，还有当选之后，他们放鞭炮，好，所以在那时候我很记得，那时候是在南投，然后那一场就突然那一周到可能10天左右，我们的家的鸡蛋都有是这样被客诉。后来去知道查询说啊，原来他们那时候就是候选人庆祝他当选就是放鞭炮，那放鞭炮鸡就吓到啦，吓到之后它就会怎样？微血管会破裂，鸡是很容易受惊吓的。微血管破裂，那它的上面的那个就会随着它的刚刚讲的产道就是下来，所以这个叫做血斑蛋。那有人说，刚刚我们讲说它是不是受精？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现在的蛋鸡，这些都不是受精卵的蛋鸡，它那个就是从蛋鸡的种鸡，它是一个就是专门生鸡蛋的，它不用交配。好，所以这全场里面都是母鸡。好，那这个部分那所以如果以后看到这个观感不好啦，但是它如果真的吃下去煮熟了，也不会危害到身体。好，这个可以大家。那还有上面是有一个那个黑黑的，大家说那个就是那个受精卵是公鸡的精子。好，那其实刚刚有提到的。我们的台湾的种鸡，那它经过交配之后，蛋鸡就开始会分，母鸡就到母鸡蛋鸡场这边来开始它生蛋，那公鸡怎么办？大家知道吗？公鸡怎么办？公鸡就被真的淘汰，就杀掉绞碎。所以呢，事实上也有人说这个不人道，但是。就是经济行为啦，所以呢，后续如果针对蛋鸡的公鸡还有什么用途，这可以大家再去思考。也许针对动物福利跟人道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改善但目前呢，这个小公鸡一翻开，是公鸡，它就进入绞碎，所以虽然是很残忍的事实，但是它就是一个经济的情况对，那如果说像刚刚讲的那个黑黑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肉斑蛋但它也没有什么太可怕的，它也是可吃的。然后再来是说，有些人打开之后确实鸡蛋就是闪闪的闪蛋黄，闪蛋黄等于不新鲜吗？这也不一定。因为呢，特别是在夏天，为什么？因为鸡第一个它很怕会受惊吓嘛，第二鸡它很怕热，我们的体感的1度大概是它们的3到5度，所以鸡是很怕热，所以它其实是一直会去拍翅膀去散热的。可是呢，那如果说那怕热，它也不然怎么办？它可能会热紧迫，就是它可能就是像我们中暑一样。那中暑之后，它很可怕的就可能嗝屁了，就死掉了。所以我们为了要让鸡能够散热，第一，鸡它一定会多喝水。可是多喝水，它又肠道很短它吃什么就反馈什么，所以它就会产生了一个叫做饲料的不平衡，那不平衡就会变成是它的那个原本的刚刚不是有一个浓蛋白的地方，它就会变成比较稀，所以这一块它就会产生说那经过这样子，那当然天热多鸡多喝水，那是季节性的问题啦。那如果说平常在可能像这个冬天，它的情况就会比较少。那如果说它还是有这个现象，可能就要看看它是不是是经过就是
冷藏之后再退又进，好像可能比较多的问题都会是在像全联呐，因为它太大了。很多的东西它就消耗不了，它就先冰起来，所以像这一次的芬普尼事件也产生的是在就是这几个大通路，对，好，那再来就说，大家有没有剥过这种蛋？有没有？就是剥水煮蛋的，剥很像被狗啃的一样，他就说这个蛋不新鲜呐，这个，但是事实上，因为它是一个，它反而是蛋新鲜会变成这样哦，因为它的蛋膜。整颗蛋生下来的时候，里面还有水分，等大概3到5天，我们讲湿水过后，它比较好去煮水煮蛋。好，所以大家如果说买我们家的鸡蛋，有一些马上来煮水煮蛋，马上打来客诉，刚刚拎到也没吹啊，我说这不是啊，反而因为我们是48小时会送到各位的家里，那个蛋可能还是很热腾腾的蛋啊，那它那个就是因为那个蛋膜，因为你煮的时候它产生了粘到上面的蛋膜粘跟蛋壳粘在一起，所以你一剥的时候这是不好剥。好，所以第一大家要。刚开始好新鲜的蛋，我们就拿来做什么？荷包蛋啊，这一些茶碗蒸啊，这些等等啊。如果想要做一点点那个，就是水煮蛋，大概3到5天会更适合，因为这样蛋壳会比较好剥。然后再来，大家有看过这个上面那个叫气势大，是不是就不新鲜？好，就刚刚说的，其实。有些水分含量比较多，但是因为它是可能季节性的问题，那它气势大，有时候是因为90%的蛋白的90%的水分，那它会当然新鲜是其中之一，但是因为我们家的鸡蛋是48小时送到大家的时候，还会产生这个问题，它就里面的是水分积压，所以有时候碰到这一个，它也不见得都是新鲜度的问题。然后再来大家有没有尝试过说，我煮了蛋，为什么蛋黄熟了，可是外面蛋白变这样，它变软烂的？不是基本上应该是蛋白先熟，从外熟到内吗？好，这个是跟大家吃过温泉蛋，大家吃过溏心蛋吗？溏心蛋跟温泉蛋，它的煮法，因为它的那个叫做熟度不同，你是热水放下去，还是冷水放下去，它的熟度的方向是不同的。如果大家想要吃温泉蛋，大家知道温泉蛋吗？去日式料理就是蛋白不太熟。是蛋白不熟，那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先用摄氏70度下去煮，所以我们这个的部分就是说，有时候是你想要吃蛋黄熟还是蛋黄不熟，所以这个蛋黄熟了，蛋白没熟的原因。然后大家有看过，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少看过，因为我们是在鸡蛋里面比较久，各个奇奇怪怪的蛋都有，这种软的蛋，你看一般的蛋壳不是要硬硬的吗？结果它是软的，那为什么它会下软壳蛋？那我们就要知道可能鸡的钙质不够，所以很多的现象我们会赶快调理我们的养殖的方式。好，然后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是细带，好，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这里面还有什么？里面燕窝的成分是什么？唾液酸，对，里面有唾液酸，所以这一个大家看到之后不要把它拿掉哦，那个里面蛮营养的，然后再来刚刚讲的，对，鸡蛋跟燕窝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它是有唾液酸，然后说的鸡蛋买回来要不要洗？可以先擦拭，不要洗再放冰箱，因为我们台湾毕竟。还是没有像那个水像日本那么干净，那水里面一定会有微生物，然后再者鸡蛋它上面有毛细孔，它还是会呼吸哦。它每天就算你把它放在冰箱，它还是会呼吸。那如果你把那个水分洗了，但上面还是湿湿的，它会透过这样子进到那个鸡蛋里面，然后就会产生变质，它会更快变质。所以买回来不洗，我们先把它
擦，如果上面有什么觉得会有粉尘啊或什么，我们先把它擦干净就好。那就不要洗，避免会到时候跟食物里面的交叉感染就是加速它变质。然后鸡蛋怎么摆？大家会随便摆嘛，对不对？可能也没注意，我买来的就随便那个蛋盒啊，或是什么摆。好，大家记得炖面要尖头朝下，因为气势在上面。那气势如果倒过来，它就会容易产生不新鲜，它会变化。所以呢，气势在上面比较容易保鲜。好，所以大家如果回去看看。妈妈的就是回去看冰箱有没有摆对啊，所以这个气势的部分要记得要怎么摆。然后再来是说，为什么煮一煮，我的蛋一下在旁边，然后没有在中间？这个我们也被客诉过，说你们家的鸡蛋不新鲜哦，我每次煮的时候那个蛋黄都偏一边。我们也无言。但是为什么？刚刚不是讲的是鸡蛋？还有细带嘛，通常确实细带它是固定蛋黄跟蛋白的这个重要的部分。但如果说你怎么摆，你在运输的时候它有经过摇晃，或者是你煮的时候你就是横的啊。我们那时候有真的是，它就很多颗嘛，它就是横着煮，那鸡蛋一定是会变这样。所以说鸡蛋。蛋黄有没有在中间，是不是判断鸡蛋新鲜度？这也是不一定。然后这刚刚跟大家说明了说鸡蛋怎么产，这最后对，来，那这蛋壳为什么会呈现不同的颜色？除了鸡种，刚才讲的鸡种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那这就比较不一定。对，鸡蛋怎么摆，影响鸡蛋大小的原因。好，有人说红壳鸡跟白壳鸡现在是不是营养价值都一样？对，那为什么红壳比较贵？你们的红壳为什么就说我们家的红壳为什么卖比较贵？你们常常在讲啊，营养师讲啊，这个红壳蛋跟白壳蛋其实营养价值是一样。其实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这跟他们的饲养成本不一样。红壳通常红羽鸡。它的体型比较大，它大张啊，就是像西方人比较大。那白羽鸡它都是比较瘦小。好，那在吃饲料的部分，它就吃的白羽鸡就吃的比较少，所以在饲养成本就是说这整个养殖里面，红羽鸡它吃的饲料就成本它就吃比较多嘛。再者，红羽鸡的产蛋量比较少，大概就是在70%左右。那白羽鸡它的产蛋量，它大概有的可以高达到90%。所以如果说相同的饲料钱，那你所得到的数量，所以其实平均红壳的饲养成本比较高。那像我们商人就不避讳的台湾，其实台湾对于红壳的蛋有一点点小小的偏好，认为它就是土鸡蛋。比较营养，好，那当然这跟他吃的饲料跟油脂的反应，蛋黄会比较好吃，其实是跟油脂的分布是比较有关系，好，所以不管鸡的大小，那我们讲的是说，其实红壳我们会就是因为它看起来比较好卖我们会愿意多投入一些就是饲养的，在这边做一点差异化的养殖。那个鸡蛋的大小就是我们一般在市面上看到就是 M 到 L 啦，就是54到66，其他的从什么小蛋、出生蛋啊，到你们讲的老母鸡的鸡蛋这些等等。那这边就是刚刚讲的蛋壳跟气势破洞。那这边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应该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冰箱要不要放鸡蛋，要不要放在冰箱门口这件事情。好，因为开关，然后温度变化来变化去，所以也有人说，我们鸡蛋不要放在这个门口怎么吃最营养？其实有人就说，那鸡蛋要怎么煮最营养啊？
生吃，对不对？就讲哦，生吃哦。那个以前的兰坡，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兰坡这个人吗？我们我们年轻的时候，他是很有名的一个那个叫动作片啊，枪片的那个明星。他的那个荧幕就是他把生鸡蛋打进去，每一天就这样喝。但是呢，以真正的营养学里面。鸡蛋不要生吃，因为生吃它消化不良，或者是特别我们刚刚讲的沙门氏杆菌，沙门氏杆菌通常就会在蛋白里面，所以如果真的很喜欢生吃鸡蛋的朋友，嘿，我们吃蛋黄就好。嘿，真的，如果有人像日本嘛，我们日本或者说他们想要学日本，把一个蛋。放在那个热热的饭上面，好，那我们就吃蛋黄，嘿，好，所以怎么吃？就是用水煮蛋煮大概7到8分熟，这时候的营养它是最好吸收的，也不要吃生吃，然后鸡蛋壳我们可以做相关的应用，好，那接下来又是大家最关心的叫做食安问题，大家最近最夯的那个叫什么？芬普尼鸡蛋，那在更早3、4年前，我想大家都碰过鸡蛋很缺鸡蛋，大家买不到鸡蛋在排队，有吗？那一段时间，你知道我们公司的破蛋都有人抢着买。我们说这破蛋我们不能卖啊，他说没关系啊，大家都抢着随便啊。好，所以在那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鸡蛋的乱象。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回到去思考我们刚刚讲的这种食农的概念，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蛋危机？从戴奥辛鸡蛋，大家知道戴奥辛是什么吗？它是一个很可怕的重金属，它吃了，但致癌之后，它那个什么老人痴呆症，所以是有铅呐。那时候的很严重的还是它到了就是地下水，它延伸产生了到米，就是针对跟米的这边的污染，所以这个食安问题是很严重的。所以那时候的环境污染有戴奥辛、芬普尼，还有禽流感，还有一个乃卡巴金。那大家知道？这次的芬普尼是为什么有芬普尼鸡蛋？芬普尼这件事情跟大家也科普一下，它是一个杀虫剂。好，那杀虫剂为什么要拿来杀虫？就是现在的他们就是一般的叫做传统养殖，关在笼子里面啊，就每天一定消化嘛，一定会大便嘛。那通常他们的那个大便也不会每天清，它可能有时候3个月、几个月才会清，所以大便它是会积到我的小腿这边的，这么高，然后环境又把它闷起来，很臭，所以呢，谁最喜欢？苍蝇最喜欢，因为里面的养分很够，所以呢，他们就会到那边去产卵。所以如果比较传统笼式的那个鸡蛋厂，它就会产生了很多的苍蝇，大家就会看到一只苍蝇黏的都在那边一直黏。好，所以商人为什么要赶这些苍蝇的时候，他就用了杀虫剂，就像我们家里不是有时候会喷那个杀虫剂。这时候在这个环境里面，母鸡呢，它又跑不了嘛，对不对？它就被关在笼子里面啊，它就会透过它的呼吸道，还有它皮肤吸收。所以它就会这样产生到我们的鸡蛋里面，这里面这时候就含有芬普尼了。好，那芬普尼这个对于台湾的法规，在鸡蛋是零检出，它是不能被检出的。对于肉鸡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容许范围，但是对鸡蛋是不行的。那这时候为什么这些蛋厂他们的管理就是喷了？照正常，如果你用药，你喷的这些你想消毒，在鸡蛋在消毒之后，其实它7天7天的蛋，因为我们刚刚说的鸡蛋，母鸡它每25小时就是1天就会产生1颗蛋，它这7天的蛋其实它是不能卖的，可是农民觉得有可能吗？7天哇，他这一场养个3万5万。这个不是堆积如山吗？这时候会什么？它就会
到哪里找餐店？哦，真的，我们曾经有一场的畜牧场跟我们说，那个 N 姐，我们刚好最近那个鸡有点状况，我们投了药，然后这7天的蛋你们还是得收。我说哇，这件事情，所以那一场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合作。所以有时候这种我们会体恤小农他不舍的心情，可是这一些都是我们潜在性的一个食安的问题哈。那当然我们另外的什么人为因素跟这一些，但我们想是说环境的污染是我们比较会害怕的，所以在这大概也是前3-4年前吧，因为这个部分就是奶卡巴金，对，奶卡巴金这个为什么会有奶卡巴金？它是来干嘛的？大家听过蛔虫吗？小时候我不晓得，大家小时候好像还是有做过粪便检查吧？有吗？以前是一个小罐，现在应该是。我好像也是一个小罐吧，我现在不晓得。现在我小孩也大了，他就是要杀鸡蛋那个，应该是讲粪便里面的蛔虫，所以他也会投这个叫奶卡巴金这一个的动物用药。那刚刚有说，如果真的逼不得已用药了，1个礼拜以内的鸡蛋这是不能的，因为其实它7天它之后它是会代谢掉的，但是就是不法商人他还是拿上去了。那时候讲说，为什么我们那个你看CAS 的鸡蛋还是有对不对 ？CAS 鸡蛋，政府不是讲吗 ？CAS 鸡蛋那个法规标准很高啊，结果它还是有食安问题啊。其实因为它的 CAS 的认定是洗选厂 CAS， 我是有高科技，就是我是经过检验好的，这是 CAS 通过的。但是呢，我的畜牧场来源，我从这边收的蛋来这边洗，一起这边。那我可能没有办法追溯畜牧场的来源，所以洗一洗之后就上了洗选蛋，然后呢，他也不知道到底从哪里来就中奖了，所以那时候也是风风雨雨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毒蛋事件出现，所以你看又是全联全联真的是因为它树大招风嘛，它所有的蛋都在里面都有的卖。那奶卡巴金刚刚讲的，它是抗球虫药，就是清那个蛔虫的，然后再来芬普尼，芬普尼是刚好这几天，在更早之前，我们的台湾也有芬普尼，甚至在欧洲的芬普尼那更可怕，它一路延续从德国啊、芬兰啊，全欧洲都有芬普尼鸡蛋，所以那时候他们欧洲也大缺蛋，产生了这个鸡蛋蛋价的那个起起伏伏，所以这其实在整个应该说国际里面这些食安问题难免都会有，那就要看说，我们这些商人啊，跟这些农民，他对于这份土地的这种自我觉醒或自我管控啊，那戴奥辛鸡蛋是更可怕了。其实这一个的戴奥辛这件事情，是就让大家的致癌率是最高的。那刚刚讲的，我们跟大家科普一下，台湾大家看过鸡吧？可能没有现场看过，只有在菜市场看到的可能就是肉鸡，可是我们这些是蛋鸡。刚刚讲的是，对不对？红鱼的部分，它的体型比较大，那白鱼的部分它体型比较小。所以吃的第一个，它的饲养成本会不同。我们有分什么海蓝、伊莎、汉德克啊、龙门。那这边当然也有分不同的，刚刚讲的，可能有红壳啊、粉壳、青壳，这些等等。所以这是跟蛋鸡有关系。然后再者就是我们台湾有多少种的，就是饲养的方式。这一次因为这个事件，大家会对于说鸡蛋上面喷字，上面是 O 就是 organic 就是有机 ，F free 就是放牧，然后另外一个 C 就是 carge 就是它是笼饲，然后另外一个是 B 就是谷仓
好，谷仓就是站在一个大的篮球场里面，好，他们认定鸡是在一个范围，但是它没有笼室，啊，它叫室内平室，好，所以是 B， 啊，那还有我刚刚应该是这样讲完对，然后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哦，最旁边的是叫做传统式笼室，第二个图是叫做科技水帘密闭，它还是住高楼大厦，然后给它吹冷气，然后有恒温，这个是目前可能在量产比较算是应该说比较高科技的，那这个部分呢是如果说是希望大量生产，现在这个科技养殖的部分是全台湾现在占蛮大的，政府也希望辅导这一些高架床的是走向科技笼。然后中间的这一个母鸡，你看它是不是也是关在笼子里面？但是它住的范围是总统套房，好，所以前面的叫做一般的可能雅房，然后这另外的是我们住高楼大厦，中间是总统套房住的比较大，然后在旁边那个叫做没有围起来，那叫放牧，然后在这边看起来最右边，那就是室内平室。那现在就是讲一直在宣传叫做动物福利这件事情，欧盟针对友善的定义，其实放牧、平室跟丰富笼，其实它都会被列入在环境动物友善，因为它给动物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去活动。只是说每一个通路他自己认定是我只接受了放牧跟平室，丰富笼即使是申请过，不管是人道认证或是友善，他也不接受。好，这是针对每个通路的自己的取决，但是它这里面我们都是叫做动物福利友善。然后这些目前动物福利友善的认证标章有几个，一个是所谓的人道饲养。友善畜产然后中央畜产会的也有友善生产，有3个单位，前面1-2个那个是属于同一个单位，都是叫做台湾农业标准学会所认定的，然后中间是中央畜产会，然后各位的右边有友善鸡蛋联盟跟动福标章，这一个是同一个单位，所以动物福利在台湾目前是3个单位去做认证发放。好，这就刚刚讲的哦。传统是大家是挤在笼子里面，那刚刚是不是说那个粪便是不是都一直在地上，然后也没办法清，好，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蚊子啊，大家必须又要去杀虫，所以为什么政府现在一直在就是给予补助啊，希望把这一些的饲养，因为台湾毕竟这个大概可能超过1半以上都还是这样子的饲养方式，那希望都一直在改进，那他们觉得说透过这样的改善之后，就不会有我需要去动物用药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是政府也期盼对一个产业升级。好，那刚刚讲的这是5星级饭店，住什么高楼大厦型的，好，所以他会给他通风，很熟悉不会热，然后再来就是虽然是住格子里面，那通常他们也不会那么挤。里面原本有的是6-7只，真的很传统的，他会给他住6-7只，甚至到8只。那如果重视动物福利，虽然在里面，那这个格子笼里面他可能会给他住3只，但还不是动物福利哦，因为那个动物福利它的活动的更大。那这就刚刚说的，它就是一个笼子里面，它可能就是它的标准750平方公尺，它就会有一个这样活动。好，那这个格子笼跟福利笼，它大概你看可能有将近1倍的活动空间。好，这也是大概给大家科普一下，说笼式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养殖方式。那这个叫放牧啊，可是放牧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对不对？就鸡到处呢山上这样跑，可是对于我们养殖就是商业用的。像我们就是商人嘛，他其实不太好管理，为什么？到处生蛋，
我也不知道这一颗蛋是不是3天前生的蛋，所以对我们来讲不太好管理。但是对于一些这样子的放牧，是真的鸡是很开心。但是你知道吗？开心就会像我们小人嘛一样，开心就可能我不想生小孩，对不对？好，开心，那他们的鸡蛋可能就产蛋率就下得很少。好，所以有时候这就是到底是用经济学的这种角度去看待经济型动物，还是为了要让它开心，好来产生的一些他们的一些爱护他们的商业行为，有时候这是不平衡的哦，所以这一块也可能就是说，让大家同学去思考一下，后续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兼顾到。好，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它有7价，那这里面好一点是因为它有产蛋香，鸡呢对于那个颜色。好，我们说产蛋香通常我们是做红色，它会去红色里面下蛋。那我们每天就会把蛋用输送带把它拿出来。好，所以这个的反而相对性的室内平室对于我们的管理会相对好一点。好，那这是我们合作畜牧场的图片。好，第一，也是外面有太阳能，好，然后外面环境其实不会离得太近，不会说我隔壁就是另外一家畜牧场，因为这样很容易叫做交叉感染。它那边有病毒，风一吹就到我家了。好，所以像彰化。现在台湾最大宗密集养鸡蛋的是在彰化，大概50%到70-50%以上在彰化县。好，所以在那时候只要有问题，彰化都逃脱不了，因为它太密集了。好，风一吹，隔壁就中奖。好，那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你看它就会还会鸡蛋可以跳来跳去啊，荡秋千啊，然后产蛋箱里面它鸡很聪明哦，它时间到了，它就会进去。那你知道鸡大概都是什么时间下蛋吗？你觉得是早上的请举手，觉得是晚上的请举手。鸡是早上，他们会11点以前下完蛋。好，那我们的就是会在11点之前，就中午2点以前它下蛋，大概就是在7点到11点他们的下蛋，然后我们之后再去产，所以他们是在凌晨下蛋啊，鸡是在凌晨下蛋，所以你看它就会开始这边。抓沙啊，蹭土啊，有没有？就是它其实是在清洁它的羽毛，其实跟什么有点像？这个行为，猫，对，跟猫，因为它们就是跟猫有点像。好，那一定有我们相对等的检验报告，不管是产销履历啦，有3生饲养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专利微生物的专利。那这是我们另外一场是在苗栗，虽然。对，大家也是看到它是一整栋，那也是有这样，通常也是有7架那让快乐的鸡，健康的蛋，营养的蛋，对，好，这我们的这整个的环境。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对于鸡蛋想知道的？对，也欢迎提问哦。提问哦，老师说了有提问有加分，就算没问题，赶快 ChatGPT 赶快 ChatGPT 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老师说的嘛有提问有加分。好，来那一位。我想知道为什么鸡蛋有那个蛋腥味那么重。好，蛋腥味，好，这个问题非常棒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是鸡蛋界的哈根达斯。好，因为吃起来绵密。那蛋腥味就刚刚说的，我们是在哪里那个生蛋？通常会是什么样的蛋？哪里生的？是在这个格子笼里面。为什么呢？刚刚说的他们每天就是鸡粪嘛，那它又是会整个帆布围起来。想想看如果你是那只鸡，你每天是不是会闻到鸡大便？那鸡大便刚刚说的，它是透过呼吸进去，还有皮肤吸收，
所以它会把那些味道到我们的鸡蛋里面，所以hen味就是这样出来的。对，不客气，老师要加分哦。这同学老师认识，好。那还有呢？那我们选一个男生好不好？有没有哪一个还是老师来？谁？对啊，尽量问嘛。那个很奇怪的问题也可以问，搞不好我们自己都没想到。也希望大家好，那一位最后面那个帅哥啊，随便问。对，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对。就是随便你觉得鸡有什么问题啊？你觉得想知道鸡蛋，或者是任何你想问的都可以。啊？好。蛋黄跟蛋白的比例。蛋黄跟蛋白的比例，好。蛋黄跟蛋白的比例大概蛋黄2/3，蛋白1/3。OK， 谢谢。好。还有哈，那老师那一位也要加分哦。好，那一位嘿，没。双蛋黄，对，刚刚我提到母鸡是不是很怕惊吓？然后特别呢是在年轻妈妈那个年轻鸡妈妈的时候，它一惊吓，它就会下2颗蛋，就是刚刚这一个，我等一下我把它回转，这里，好，在最前面的蛋黄，其实照正常它是25小时下一个蛋，就是卵啊。一个卵，就是我们女生不是28天吗？平均卵哈，那它是25小时下一个卵，但是呢，它没有生产经验啊，年轻妈妈比较没有经验，她一旦受到惊吓，嘣，就2颗卵下来了，就是双蛋黄。所以双蛋黄通常都是在年轻鸡妈妈那一段时间生的，对，所以吃到双蛋黄是你很幸运，很 lucky。但我还拿过什么蛋中蛋，一颗蛋里面还有1颗蛋，那很特别，好，所以这也是很 lucky， 很多的，很多奇怪的现象。好，谢谢我们那位同学，老师也要记得他。对，还有吗？我们再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好，来。好 ，OK， 好，一个叫做有机蛋，然后放养蛋，有一般蛋，还有机能蛋。好，那我们来区分一下哈，有机蛋跟机能蛋。我们先来讲有机蛋跟机能蛋。有机蛋它是一种饲养方式，第一，它的饲料要经过有机认证，有机的认证。第二，它的环境也要经过有机的认证，就是水质。水质，然后可能它会有一些标准，那我们机能性的鸡蛋是我们称作，我们不能讲我们是有机蛋哦，我们是无毒的蛋，然后里面是含有机能性可被验出来的，例如我们有2500微克以上的叶黄素，我们有300以上毫克的 DHA， 那是检验出来的机能性。好，但我们的机能蛋不见得等于有机蛋，只是大家可能口头都会说啊，咱这是有机的啦。大家喜欢把有机挂在嘴边，但事实上，针对有机蛋有机这件事情，它是要经过验证的，而且它还不容易，因为有时候你的环境，像农民的蔬菜什么有机。这一块土地跟那一块土地相隔嘛，我这一块有机，可是呢，你不小心你在那边撒了农药，我的水源是一样的啊，我就会被影响。好，所以其实，在有机的认证的环境里面，有时候它不是那么简单。好，那台湾有一家有机蛋，它是饲料有机，对，它标榜的是饲料有机，然后1颗25块。对，大家有时候如果到时候去超市，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对，好，所以我们是无毒，但是机能性，对，好哦，谢谢，那老师这个同学，感谢哦，那 OK， 好，今天很高兴认识大家哦，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还有天天要吃鸡蛋哦，一天至少可以2颗，可以满足大家的营养所需，好，谢谢大家，